林淑烟，托了哀家的福，你才能嫁给盛哥哥。我那日求娶你，无非是因为你的名字与嫣儿有一个同姓字。你头一个孩子是盛哥哥亲自动了手脚流掉的，现如今轮到你了，哀家亲手送你上路。皇上，臣以弱冠，想趁着今日宫宴的机会，求娶林家嫡女林淑烟为妻。我这是重生了。前世谢慎醉酒，喊了贵妃的小名。帝王降罪之前，他拿我当挡箭牌，成功度过了危机。后来更是扶持贵妃的儿子登基，一路登青云，官拜摄政王。重活一世，我绝不再做你们偷情的踏脚石。皇上，臣女与谢世子并不相熟。另外，臣女的小名不叫阿烟，臣女已有心上人，恕臣女不能嫁给谢世子。方才谢世子所唤之人，一定不是臣女。哦，谢圣，你作何解释？阿言，别以我置气了，可好？我不是换你，还能换谁？谢世子，请自重。皇上，林谢两家素来不和，阿烟是林家嫡女，臣与她从不敢光明正大走到一处，可真心相爱之人，又有何错呢？真心相爱，前世你也是这般花言巧语，让我沦为林家弃女，成为你掩护柳嫣儿的死棋。皇上，臣女的小名叫皎皎，此事至亲好友皆可以作证。皇上，臣父孙女的小名的确叫皎皎，从未有人唤她阿烟。臣女与谢世子只有几面之缘，也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绝无任何私情。想来谢世子方才所唤的阿烟是另有其人。没记错的话，柳贵妃的名字中正好有一个烟字。贵妃姐姐入宫之前与谢世子可是青梅竹马呢，难不成谢世子方才换了贵妃姐姐的小名？皇上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呀。别再跟我闹了，会让旁人误会的。我会说服家族明媒正娶你。皇上，臣女不知谢少为何会喊错人，也不知他为何一口咬定与我有情，但臣女心中的确有心上人。哦，是谁？正是霍家四郎霍云策。
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将他从边关叫回来问话。好，来人，即刻书信一封去北京，将霍云错叫回来。朕倒要看看，到底谁想欺君。臣女谢主隆恩。林淑烟，你站住！我乃谢家少家主，京都多少女子想嫁我，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，你何不直接同意？你们林家可不止你一个女儿，林家能给你的东西，我可以加倍给你。谢世子，慎言。林家的确不止一个女儿，但也不会堕落到嫁入世仇之家。世家高门的亲情大多以利益为主，曾经我对此心寒，但如今这绝对的利益便是我最坚实的后盾。谢世子自诩第一名流，总不会连自己的相好都认错吧？老身的孙女已经说得明明白白，不曾与你定情，休要纠缠。祖父，孙女近日做了一个噩梦，梦境真实的可怕。什么噩梦？在我的梦里，谢胜搞垮了我们林家，而且如今宫里那位五皇子根本不是皇上的龙裔，而是谢胜的亲生儿子。荒唐！谢家当真大胆，莫不是想混淆皇家血脉？今日宫宴，谢胜误换了贵妃小名，为了掩人名目，故意求娶我，想拉我与林家下水。孙女别无他法，只能谎称与霍云策早已有情。若霍云策否决，你也欺君了。祖父放心，他绝不会否认的。皎皎的噩梦不可轻视，今日谢胜的举动便是明证。林家女绝不进谢家门，我们就趁此机会打压谢家。只要坐实了谢胜与贵妃的不耻情境，谢家此次必定受创。前世我被家族抛弃，视作耻辱，这一世我要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让整个家族成为我复仇的利刃。谢胜，这盘棋才刚刚开始。听说了吗？那谢世子与柳贵妃可是青梅竹马。青梅竹马？有人曾在东城杨柳堤亲眼看见他二人亲嘴儿。真的假的？竟有此事？那一片杨柳堤就是谢世子亲手为柳贵妃种下的。柳贵妃入宫前还时常与谢世子在茶楼私会呢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1个多时辰，你们说能做什么呀？谢胜，你不是名满京城的第一公子吗？不知这风月油盐的滋味如何？来人，把这妖言惑众的说书先生，还有底下嚼舌根子的，统统抓起来！官爷饶命啊！谁再乱动，我就砍了谁的头！小姐，谢家到处在抓人堵嘴呢。有些事越不让说，越引人揣得。帝王的疑心一旦种下，就会生根发芽。谢胜，你以为暴力堵住旁人的嘴就行了？迟早有一天，这把火会烧光你所有的伪装。小姐，谢王子来提亲了，前厅已经闹起来了，老太爷气得摔了茶胆。谢家当真不要脸皮了，两家是世仇，他竟敢大张旗鼓登门提亲。祖母放心，孙女有分寸。谢家二爷，你莫不是忘了两家为何结仇？当年我林家三郎是怎么死的？你们谢家人心里没点数吗？林老太爷，晚辈知晓两家过往不甚愉快，
但晚辈对疏远之心，天地可见。今日登门，是真心求娶，非为两家救冤而来。舒言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宫宴上的事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醉酒失态，让你难堪。可你也不能编造一个心上人来欺瞒皇上，你可知这是欺君之罪？谢世子，宫宴那日林淑烟已说得明明白白，你我之间从来就没什么情分。20抬聘礼，抬进门是给你谢家长脸，抬出门是你自取其辱，怎么抬来的就请谢世子怎么抬走。林小姐，女子婚嫁当遵父母之命，哪有你一个姑娘家说话的份儿？老身的孙女，老身还活着，轮不到外人来教训。讲讲是我林家嫡女，她的婚事，老身说了算。谢家人的脚不配讨进我林家的大门。林老夫人，你这话未免太过了。我谢家今日携重礼登门，是给林家脸面，你们不要不识抬举。老身活了60多年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？谢家的抬举，这种抬举，我林家消受不起。谢上子，带着你的人，带着你的聘礼，给老身滚出去！若再纠缠不休，老身拼了这张老脸不要，也要到宫门前击鼓鸣冤，把你们谢家这些年的龌龊事儿，一件一件说给天下人听。既然如此，晚辈改日再来。不必再来了。林家大门，从今日起，谢家任何人不得踏进一步。这是老夫的意思，也是整个林氏宗族的意思。少家主，这林家人太不识好歹了。二叔公不必忧心，此事我自有主张。少家主，少家主，快去叫大夫！世子昏倒了，见血了，这是中毒。韩家主，去请京兆尹，立刻！谁都不许动，把这条街给我守死！林府的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走！老太爷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谢世子方才走出府门，忽然倒地不起，口吐鲜血。谢家人说是中了毒，已报了京兆尹，前后2条街全给围死了。好一个谢胜！为了柳贵妃，他竟连自己的命都押上了。祖母，别慌。谢省敢拿命赌，服的定不是致命毒。他算好了剂量，只求发作。京兆尹一到，他必会搜出所谓的证据，逼咱们认输。你想怎么做？祖父，给我1炷香的时间。邵大人，我谢家邵家主在林府被下毒谋害，此事若不彻查，我谢家绝不善罢甘休。二祖老息怒，下官定当秉公办理。谢世子眼下如何了？史大夫看过了，砒霜之毒，剂量虽不大，但歹毒至极。
林家竟派个未出阁的小姑娘出来挡灾。赵大人，就是她，定是这妖女在林府内动了手脚。赵大人，方才听说谢世子在我家门前身体不适，家祖父年事已高，特命臣女出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林小姐倒是胆大，我谢家少家主在你林府门前中了毒，你林家脱不了干系。谢二族老此言差矣。第一，谢世子从进入林府到离开，从未在林家用过一滴茶一块点心。第二，谢世子离开林府大门之后在街上倒下的，如何就成了我林家下的毒？赵大人，人是在林府门外倒下的，必定是在林府里中了毒。老夫要求彻查林家。既然二族老说是砒霜之毒，那更与林家无关。林家前日刚清点库房，近日从未购买过砒霜，这一点大人随时可以查账。对了，不如赵大人查一查全城的药铺，看看这半个月来到底是哪一家府上购买了砒霜。或许下毒之人并非我林家，而是另有其人，比如某些贼喊捉贼的人。林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谢家人自己买了毒药？明显自己吃了毒药来栽赃林家，这种事也敢乱说？来人，马上安排人去调查药铺，把这最近的买卖账册取来，掌柜的也一并带来。另外，派人去谢府沿途查问，看看谢世子今日出门后到底有没有去过别处。祖父祖母，你们在门后安心看着，这一局只要我不退，谢家就别想往林家头上扣半个脏刺。草民参见大人，将这几日的账册呈上来。谢二族老，账册上记得清清楚楚。3日前，谢府管事谢忠在回春堂买了1弦砒霜，用途杀鼠用。谢家人自己买的砒霜，3日前就买了，今天正巧在林府门前毒发，这哪是中毒，这是演戏。这是假的，你一定是被林家收买了。你说，林家给了你多少银子让你做假账？冤枉啊，大人！账册记录绝无作假。那日谢管事来，铺子里的伙计都瞧见了。大人不信可以传他们来问话。谢二族老与其在这里为难一个掌柜，不如请谢管事出来对质，看看他买回家的那钱砒霜，到底是毒了谢府的老鼠，还是毒了谢府的少主。二族老，账册白纸黑字，掌柜的也敢对天发誓。您若执意觉得有假，本官现在就传唤所有伙计当场对质。谢二族老，贵府3日前买了砒霜，谢世子今日便在林府门前毒发，这中间的因果还需要臣女多说吗？就算谢府买了砒霜，也不能证明是自府。万一是你林家人偷去，故意想要毒害我们少主呢？二族老，你是当我们大家都是傻子吗？从你们谢府偷砒霜，再去毒害谢皇子，你们谢府的守卫都是群废物吗？我若真想毒害谢世子，断不会蠢到在自家府门百官百姓众目睽睽之下动手，这不是自寻死路？这毒究竟是谁下的？二族老心里难道没有数？是谢家自己下的毒，故意在林府门前发作，想要栽赃给林家。太歹毒了，拿命来赌！
这谢世子真是个狠人。好在林小姐聪明，当场就把话挑明了，要不然林家这次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谢二族老，现如今并没有证据指明谢世子中毒一事与林家有关，此案件到此结束。本官会将此案如实呈报刑部，谢家若有异议，大可去刑部申诉。告辞。林小姐，今日多有打扰，还望海涵。赵大人秉公立法，林淑妍感激不尽。林小姐，你很好，今日之事谢某记下了。谢世子还是先照顾好自己，免得玩脱了，真把自己给毒死。小姐，刚刚截获情报，远在边关的霍将军已经收到消息，正快马加鞭赶回京城。谢生必定不会坐以待毙，一旦霍云策回京作证，他的欺君之罪便做熟了。小姐英明，谢世子已经暗中雇佣了江湖死士，要在半路截杀霍少将军灭口。他想得美！立刻从我的私账里拨出重金，去雇佣江湖上最顶尖的高手，给我不惜一切代价前去接应霍云策，绝不能让他死。属下遵命。谢生，你想杀人灭口，那我们就来比一比，看谁这盘棋走得更狠，算得更准。小姐，人虽拼死救回来了，但伤势过重，眼下昏迷不醒。谢世子这次下了血本，派了好几拨人马一路疯狂追杀。霍少将军在边关听闻您的事之后，连夜快马加鞭回来，中途没有歇息，身边也没带几个随从，这才遭了毒手。是我将你拉入这残酷的棋局，前世你为我一人一剑闯谢府，今生我又让你身陷死地。见你的眉眼如清风明月，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，顾盼流连如时光搁浅，如时光搁林淑燕，你干什么？霍云池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你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生气了？我压疼你了？你的腰还好吗？林淑燕，你什么都不懂。无涯荒野，谁忘了世间，一半青涩，一半纯真。霍云策，你醒了。你是谁？霍云策，你失忆了。大夫，他伤势究竟如何？为何迟迟不醒，还胡言乱语？林小姐放心，霍少将军一路奔波，数日不曾歇息，耕地的牛都没他累，加之身上数道伤口，失血过度，这才导致昏迷。不过，他脑袋完好，脑中并无淤血堵塞，按理说绝不该失忆才对。身体没事，脑袋也没坏，那他这是装的？多谢大夫，我知道了。果然在装，是不好意思面对我吗？时隔一世再见，我很欢喜，便陪你玩玩。
云策，你醒了？你当真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舒嫣啊。我为何会在这里？你我是什么关系？你我早已有情，你本打算此次回京娶我的。谢世子在御前扯谎，非说他与我是一对有情人。你此次回京是皇上授意，让你回来做人证的。你是说你与我才是一对有情人？我为何要信你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云策，你我从小就认识，想要什么证据？你经常偷偷摸摸来我院里，还喜欢爬我家墙头，你都忘记了吗？你所说的证据不足，你敢不敢亲我一下？好家伙，装失忆不说，还敢激将我，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你不愿意也无妨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爹娘让我来看看堂兄，还说让堂兄全力配合表姐，不可违背表姐意愿。表姐让堂兄做什么，堂兄就得做什么。我走啦。既然堂妹传话了，那就请少将军好好配合上药。疼，娇娇，我身上这么多伤疤，你以前也这样细心照料过我吗？你怎么不给我吹吹了？娇娇，你以前对我说过哪些情话？现在就说来听听，说不定能帮我恢复记忆。快起来，准备回将军府休养。我不，我伤势过重，挪动身体不利于恢复，我得尽快康复，才能去皇上面前作证。娇娇，霍少将军再有几日就能入宫面圣，届时谢圣一定还会拿出其他手段应对。那死尸的线索断了，咱们很被动。祖父，叔伯们不必忧心，死事查不到无妨。角角命人私底下调查了谢家男子的特征，你们且看看是否属实。这若为真，简直是翻天覆地的欺君大罪，是事关皇家血脉。娇娇，你有10成把握方可捅破窗户纸，否则一旦皇上迁怒，与林家不利。祖父终究是世家掌舵者，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先，但这正是我要的结盟基础。祖父放心，孙女不仅有10成把握，还在继续搜罗最致命的人证物证。这次，我要谢家永不翻身。你做什么？娇娇，我马上就要入宫作证了，你不会卸磨杀驴吧？我卸磨杀什么驴？我可告诉你，只要在皇上面前承认了你我2人的关系，你就不能反悔。我也是要名声的，更是一个传统的男子。我到处都被你看光了，你要尽早对我负责，别让我等太久。男子的好时光也就这么几年，你若始乱终弃，我就不活了。这前世不可一世的杀神，今生怎么成了一个纯情怨妇？是吗？那少将军想我怎么负责？给我个名分。好，谢圣一倒台，你我就成婚。当真？你愿意娶我？这嫁，你堂堂少将军，难道要入赘？入赘也行，只要是你，怎么都行。霍云策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你与林淑烟是何关系？回皇上，臣与角角早已互诉心意，臣本打算此次回京就去林家提亲，只是万没想到会有人妄图污了角角的名声。
皇上，林淑烟与臣也早就互生情愫，臣所言非虚。那日宫宴上，臣所唤之人就是他。哦，谢爱卿，你有何凭证？林淑烟为何一口咬定霍云策才是他的心上人？皇上，林淑烟与臣生了嫌隙，还在跟臣赌气，只因臣看过她的身子，却没有及时去提亲。皇上若不信，臣可以准确说出她身上的私密胎记。先生，你无耻！那胎记在后腰往下3寸，如意瓣桃花。若非亲密之人，如何能知晓？连位置都说得这么准，那林家姑娘岂不是早就不清白？我身上的确有胎记，知晓此事之人唯有乳母。前世她为了护我被乱棍打死，绝不能出卖我。难道谢胜他也重生了？淑烟，你的小名的确叫皎皎，可你也私底下对我说过，让我称呼你阿烟。你乖些，莫要再与我置气。我下月就去林家提亲，可好？若让宫婢验身，定能看见胎记。谢胜是有备而来，直接否认毫无意义。说到私密之事，我也知晓谢家嫡系男子皆有一个共同点，那便是小拇指与无名指一样长。你能奈我何？臣女前些时日还听过一个话本故事，颇为有趣，不知皇上与诸位大人可想听听？讲。那话本中有一权臣，为了混淆天家血脉，与后宫一位嫔妃有染。等到那妃嫔生下他的孩子，权臣便大力扶持此子登基，自己则成了小皇帝的亚父。后来那权臣权倾朝帖，还与成了太后的嫔妃暗通处曲，将先帝的江山变成了自家的天下。话本里还写了许多香艳细节，比如两人如何私会，如何传递书信。最有趣的是，小皇帝越长越大，却与先帝没有半分相似，倒是与那位前臣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臣女以为写话本的人当真是敢写，可转念一想，若世上没有这样的事，编话本的人又怎会想得出来呢？贵妃娘娘，您说是不是？皇上，林淑然是污蔑，她在污蔑臣妾，臣妾冤枉呐！皇上，臣妾冤枉呐！皇上。贵妃娘娘，我几时说过你就是话本中的嫔妃？我方才不过是讲了一个话本故事罢了，娘娘为何急着下跪喊冤？贵妃娘娘心里若没鬼，为何要往自己身上套？满殿的大人们都听见了。林淑烟只是讲了个故事，从未指名道姓。娘娘这般作态，倒像是此地无银300两。林淑烟，你一个臣女，胆敢对本宫不敬！贵妃娘娘此言差的，林淑烟从无不敬之心，只是不明白一个好端端的故事，娘娘为何非要往自己身上联想？莫非娘娘知道些什么？放肆！皇上，林淑烟满嘴荒诞之言，妄议皇家血脉，其心可诛。此等妖言惑众之人，理当速速将林淑烟赐死。淑烟，谢世子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心上人，谢世子方才还说与我有私情，要娶我为妻，可这会子谢世子为何又想让皇上将我赐死？难道这就是谢世子对待心上人的方式？得不到的就要毁掉？臣是一时气愤，一时气愤便要了心上人的命。谢世子的爱，当真让我林淑烟消受不起？还是说谢世子的心上人根本就是另有其人？谢世子方才那番话，不过是想杀人灭口。我听说死人是最能保守秘密的。谢世子这么想让林淑妍死，是怕我说出什么不该说的事吗？
皇上，皇家血脉关系国本，不可儿戏。尤其五皇子还是储君备选人之一，更需谨慎。臣女虽无一官半职在身，但也是大前子奴，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。林淑烟恳请皇上彻查此事，以保血脉之纯正，以安天下之心。来人！在，将五皇子带过来，再宣太医院院判，带上滴血验亲的器具。皇上，您不能，五皇子他是您的亲骨肉啊！疼，缩手！谢家人代代相传的义旨，谢系，这下你认是不认？滴血验亲。皇上，寻常滴血验亲并不可信，太医院几代人研制所得，此药入水，至亲血脉必溶，无关之人必斥。验。两血合一，谢上，我看你如何洗脱这罪名。贱人！皇上，不是这样的，您听臣妾。贱人！这个野种根本不是早产。当年朕就奇怪，6个月的孩子为何比足月的还要大？太医说是你进补得宜，朕竟然信了你的鬼话。原来竟是你入宫前就怀上的孽种！不是的，皇上。皇上若再细查，定会发现当年接生的稳婆、宫婢、御医，如今尽数不在人世了。那些人，有的染了疫病，有的失足落水，无一例外。全是死于非命。世间哪有这么多巧合？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知道这孩子的来历，所以被人一一灭口了。圣哥哥，救我！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完了，全完了！皇上，臣是一时糊涂，是柳嫣儿入宫前蛊惑臣，非要献身给臣，臣是被他引诱的。为什么，圣哥哥，你为何要这样说？明明是你说对我念念不忘，不甘心让我入宫。那晚是你翻墙进了我家后花园，在假山后等了1个时辰。是你把我按在石头上，说要让我成为天底下最尊贵的女子。是你，全部都是你。你说只有我才能生下你的儿子，你要让我们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，将来登基为帝。这一切都是你一手促成，是你在宫宴那天叫我阿燕，是你露出了马脚，你凭什么怪在我头上？你胡说！柳嫣儿，是你勾引我在先，如今竟敢坏我名声！臣行事光明磊落，岂会做下这等丑事？臣乃谢家少家主，前途无量，怎会为你这水性杨花的女子自毁前程？圣哥哥，你说过的话，如今都不作数了。你说过，此生只爱我一人。你说过，就算我入宫为妃，你的心也永远在我这里。
你说过会让我们儿子坐上龙椅，你会护我到白头。原来全部都是假的。本宫的儿子是太子，将来是95之尊。圣哥哥答应过本宫，会让本宫成为天底下最尊贵的女子。本宫是太后，是太后！你们见到哀家，为何不跪？来人，褫夺柳氏贵妃头衔，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本宫是太后，为何不跪？放开哀家！哀家是太后，哀家让你们统统抄家灭族！先生，你承诺过我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谢胜，前世你赐我全家白灵，这一世你的下场该更热闹些。至于谢胜，五马分身。是你们，都是你们逼我的！有刺客！护驾！逆贼，给朕拿下！林淑烟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你等着！先跟我走。早晨。走。谢胜逃了，这里不安全，先进那边。暗桩，到处都是暗桩，他们想要在这杀朕。皇上，传太医！皇上，快传太医！皇上急火攻心，已是中风之症，如今性命垂危，全靠参汤吊着最后一口气。前世他被谢胜气死，这一世竟也落得个中风残生。谁也没想到，帝王昏迷前最后的疑心，竟扯开了皇室最后的遮销布。皇子血脉，竟无一人是真。只有那4岁小公主的血与皇帝的残血融合在一起。帝王昏迷，皇子皆非亲生，这天下要乱了。娇娇，这局势你说说看。祖父，诸位叔伯，眼下的局势恰恰是林家最大的机遇。如何说？小公主是皇上唯一血脉，母族微缓且早已去世。林家若此时扶持小公主登基，日后的大钱江山便是林家说了算。可小公主终究是个女子。祖父，凡事皆有先例，与其选一位成年宗室皇子，不如挑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公主，她最容易掌控，也最需要倚仗林家。她未来的龙椅是林家给的，除了倚仗我们，她别无选择。祖父，我会与霍云策尽快完婚。霍云策将来必成霍家兵权，林、霍两家文武联手，朝野上下谁敢不从？由林霍两家共同推举女帝，就算是宗室亲王，也得掂量掂量。这是林家崛起的100年良机，错过了便再也没有了。佼佼说的不错，
你们的意思呢？儿子以为可行，儿子附议，只是推举女帝，谢家与宗室定会死命反对。谢家虽逐了谢胜，但势力依旧盘根错节，所以霍家的支持尤为重要。霍云策那边我会亲自去说。好，就依佼佼所言，林家全力扶持小公主为皇太女。丫头，这次你为林家立了大功，祖父定不会亏待你。谢胜，小爷都舍不得欺负的人，你胆敢两世，差点毁他一生！小爷今日就活剥了你！等等，就这么让他死了，太便宜他了。云策乖，我要亲自处理他，你先回去等我。叔念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看在前世的份上，你难道就不念一丝旧情？旧情？前世你把我当作挡箭牌，害我受尽屈辱而死。你这种极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也配提旧情？这是软骨散，你如今已是谢家为了断尾修身而划出族谱的弃子，被家族抛弃的滋味，感觉如何？啊！我的手脚，我的武功！我挑断了你的手脚筋，我不会让你死，我要让你叫天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前世你对我做的一切，我10倍奉还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将你卖进南风馆。谢家若知道你在那种烟花之地卖笑，只会想尽办法杀了你。你最好夹着尾巴做人，直到被折磨致死。这人的皮相值100两，赏你们了，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，就当是积点功德。多谢女菩萨，兄弟们，把这废人拖走！臣等参见皇太女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臣等参见皇太女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帝王驾崩，太女即位。佼佼，这次若非你筹谋，林家不会有今日之事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金银珠宝，还是封地？女侯。你要封女侯？佼佼，你一个女子封侯做什么？你与霍云策婚事在即，安稳做将军夫人不好吗？何必搅进朝堂这潭浑水？要说这临京疏烟，真乃活菩萨降世，巾帼更甚须眉。林家有女名淑烟，赈灾救苦赛神仙，预言地震救万民，巾帼不让须眉也。佼佼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封了女侯，便是一条不归路。你会留在史书上，后人会评说，有人赞你，也必然有人骂你。你能承受？我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夫活了70余年，见过无数儿郎，却没有几人能与我这孙女比肩。好，甚好。佼佼啊，云策那孩子人品武艺样样拔尖，你嫁过去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为何非要封什么女侯？唉，当年祖母也想过驰骋天下，可到头来相夫教子不也挺好？祖母，您不会懂，前世我才明白，没有权势，只能任人鱼肉。我要当自己的靠山，哪怕有朝一日家族再次舍弃我，我依然有力量从泥泞中爬出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林氏嫡女林淑烟德才兼备，功在社稷，特封安国女侯，10亿3000户，赐金印子硕。臣叩谢皇恩，这辈子再没人能决定我的生死。霍少将军，夜闯女侯邸邸，该当何罪？
舒嫣如今是女侯了，我不过是个小将军，哪敢定罪？横竖都是舒嫣的人，要治罪，随舒嫣怎么治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给舒然绣嫁衣。我求了江南最有名的刺绣大师1个月，他才肯教。为何要亲自绣？舒嫣都是女侯了，我还不得上赶着巴结？万一哪天舒嫣嫌我粗手笨脚，转头去找那些会弹琴吹箫的世家公子怎么办？书上说，亲手绣的嫁衣能保2人永结同心。最主要的是，旁的公子会的我都会，旁人不会的，我无可替代。霍少将军，怎么不继续装失忆了？我若不装失忆，如何面对你？那些年，你我见面不是吵架就是斗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那些话。说哪些话？说我喜欢你，从很久以前就喜欢。以前抢你东西，扯你头花，都是为让你多看我一眼，哪怕你骂我，也是看着我骂的。霍云策，巧了，我也是。舒年，再叫一次我的名字。霍云策。安国女侯林淑渊德备苍生，特加封一品安国女公，赐千秋功勋，世袭罔替。臣领旨谢恩。皎皎一目，朕知道，当初若非你推举，朕或许早就死在某个冷宫里了。好了，陛下不必如此。臣当初只是权衡利弊，觉得扶持陛下最合适。朕知道，可利益相关才是最稳固的关系。朕不怕被人利用，只怕自己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。皎皎，我回来了，这回在北京遇到一窝白狐，给你抓了回来。霍云策，我正处理公务。公务哪有我重要？我从边关一路换了8匹马，只为早看你一眼。朝廷设有驿站，换8匹马做甚？急着见你，一刻都等不得。这次回京我能待3个月，朝中的权谋算计让祖父他们去操心，你只管陪我好好歇歇。安国女工哪有天天歇着的道理？能的。我刚学会一道新菜，明日做给你吃。还有那件咱们大婚时的嫁衣，我瞧着有几处脱线，又补了补。虽然成婚多年，可那件我亲手绣的，总归不一样。堂堂镇北大将军，整天绣花做饭，就不怕边关将士笑话？本将军疼自己的夫人，关他们什么事？云策，公务明日再说，先让为夫看看我不在的日子，皎皎有没有好好吃饭。前世孤苦，今生执手，这山河无恙，终不负我此生筹谋。